为什么有的人能在戏台上扮演帝王将相，呼风唤雨，受万人敬仰，可一旦卸下妆容，回到现实，自己的人生却成了一出无人喝彩的悲剧？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他们赚尽了观众的眼泪，最终却只能独自流干自己的眼泪。他们的名字曾经是票房的保证，是财富的代名词，可这些财最后是守住了，还是反过来吞噬了他们？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8位曾经红透半边天的歌仔戏名伶。我们不聊八卦，我们聊命运，从他们辉煌又唏嘘的人生轨迹里，看一看那只翻云覆雨的手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这其中隐藏的关于健康、财富和家庭的秘密，或许能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带来最深刻的警醒。歌仔戏这门植根于闽南土壤的艺术，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造星神话。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他们就是顶流。俊美的扮相，一个眼神，一句唱腔，就能让台下的戏迷如痴如醉。然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8个字在他们身上却得到了最残酷的印证。舞台上的流光溢彩与舞台下的黯然神伤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风水里常说，家是一个人的根，是藏风聚气的宝地。而对一个女人来说，选错了枕边人，就等于亲手毁掉了自家的风水宝地，再多的钱财也填不了那个窟窿。我们先说一位被誉为国宝杨丽花接班人的李如林。她的人生就是一场被亲情和爱情双重绑架的悲剧。3岁登台，为了能吃上一颗卤蛋，能被人在空中吊上40分钟，这是何等的心酸。为了改变命运，他拼了命地唱，14岁就把所有酬劳寄回家里。可命运跟他开的第一个玩笑，就是那个视他为摇钱树的养母。17岁那年，养母一场疾病，需要5000块医药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为了这笔钱，她竟然以身相许，嫁给了一个追求她3年的粉丝。你看，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基于感情的结合，而是一场交易。用风水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婚姻，如果起点是债，那么往后就只会在还债的路上越走越远。果不其然，这段婚姻成了她的噩梦。丈夫的拳脚，婆婆的重男轻女，像2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最终，她只能选择净身出户。可悲的是，被夫家洗脑的女儿竟然反过来怨恨她，认为母亲抛弃了自己。情债未了，又添亲情债。后来她与一位摄影师相恋20余年，却始终等不来那一纸婚书。她自己说，我从小没有家庭温暖，我就是很在乎那张纸，有那张纸我才有安全感。听听，多么卑微的渴望。最终这段感情也无疾而终。如今的她，亲情、爱情双双落空，只剩下孤身一人，渴望能有个老伴共度余生。她的人生就像一场热闹的戏，曲终人散后，只剩下无尽的悲凉。如果说李如林的悲剧源于原生家庭的债，那么另一位名角连明月则是主动跳进了遇人不淑的坑。连明月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苦情戏的现实版。她为男友生下3个孩子，却连一个名分都没有。不仅如此，这个男人还是个赌徒，欠下了一屁股债。连明月不离不弃，帮他还清了上亿的债务。你以为这就完了？更惨的还在后头。一场车祸让他脑部留下淤血，埋下了病根。为了生计，他拖着病体四处奔波，换肝手术后依旧没能逃过死神的召唤，最终因心脏积水离世。他的干弟弟说，他走的时候眼睛都没有闭上，这是死不瞑目。
他在牵挂什么？是那3个孩子，还是自己这坎坷悲惨的一生？从他们2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一个女人最大的破财，不是投资失败，而是爱错了人。你付出的所有，不仅会化为乌有，更会透支你的健康、你的运气，直至生命。很多朋友都想求财，但往往忽略了健康才是人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没有了1，后面再多的0都没有意义。当人生进入下半场，拼的不再是名气和财富，而是谁的身体更好。歌仔戏天王黄香莲当年红得发紫，是个大秀场和电视台的宠。可就在事业巅峰期，命运给了他一记重击，脑膜瘤。最初检查出来，肿瘤只有1公分，医生说不碍事。可谁能想到，这颗不定时炸弹会突然爆发，一下子长到了27公分，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甚至差点瘫痪。他回忆说，当时拍8点档，拍到一半人就动不了了，只能硬撑。为了治病，他每天都要去医院打类固醇，不打就痛得走不了路。他甚至还病急乱投医，相信偏方，找推拿师，结果病情反而恶化。最后还是通过手术，才幸运地捡回1条命。黄香莲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人的身体就像一个银行。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可以无限制地透支，熬夜、奔波、压力，这些都是在消耗我们的健康本金。等到老了，银行身体就会连本带利地向你讨回来。你年轻时赚的再多钱，到头来可能都不够付医药费。所以说，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存钱不如先存健康。与黄香莲幸运地战胜病魔不同，另一位4大天王之一的柳青，则没能逃脱厄运。柳青当年凭借俊朗的扮相，是无数戏迷的梦中情人。他从台语电影转战电视圈，红极一时。然而，心脏病却成了他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20多年前，他第一次动心脏手术，之后便淡出荧幕，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他走的时候，瘦到只剩35公斤，面容却很安详。或许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柳青的离世，让人们再次感叹生命的脆弱。无论你在舞台上多么风光，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家族兴旺，儿孙满堂是福气的象征。但在这些名伶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景象。有的人为了事业放弃生育，有的人家族人丁兴旺，却接连遭遇噩耗。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命运玄机？提到歌仔戏，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皇帝杨丽花。她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但她的婚姻生活却是一本让外人看不懂的糊涂账。当年39岁的杨丽花嫁给了大她8岁的骨科名医洪文栋。洪文栋离过婚，还带着4个孩子。杨丽花为了当好这个继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生育。这是一个女人多大的牺牲？她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丈夫前妻的孩子。然而，她这番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的风流成性。洪文栋的花边新闻几十年来从未断过。杨丽花每次都选择力挺丈夫。她说：“丈夫风流，但不会下流。”这话说的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心酸。更令人唏嘘的是，晚年2人不仅分居，还爆出财产纠纷。据说洪文栋私下分好了家产，却没有杨丽花的份。那个她爱了一辈子、付出了一辈子的男人，到头来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留给她。丈夫去世后，她还要为他生前的风流债善后。从杨丽花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在一段关系里，过度的付出和牺牲未必能换来对等的回报。
女人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底线和财库，这个财库不仅是金钱，更是独立的思想和保护自己的能力。与杨丽花不同，明华园的台柱子孙翠凤拥有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丈夫是团长，2个女儿也继承了优良基因，她自己也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事业家庭两得意。然而，命运的残酷在于她的不可预测性。就在前几年，短短1年之内，孙翠凤的家族中竟有5位亲人相继离世，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人生的福报总量是否是恒定的？当事业过于辉煌，是否会在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这当然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法，但孙翠翠的经历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家族兴衰背后那种难以言说的无常与沉重。当然，也并非所有名伶的晚年都充满悲情，有的人在喧嚣过后找到了内心的宁静，有的人则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艺术的热爱。他们的选择为我们展示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唐美云同样是歌仔戏界的翘楚，卓依婷都曾拜她为师，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个人选择。她至今未婚未育，将所有情感都投入到了舞台和亲情之中。在经历了哥哥和父亲的相继离世后，她一度萌生了出家的念头。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他早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吃素超过20年，并最终剃度皈依佛门。他把人生的下半场从喧嚣的舞台转向了内心的修行，这是一种大智慧，看透了世间的繁华与起落，选择了一条最能让自己安宁的道路。杨丽花的爱徒陈亚兰是为数不多至今仍为歌仔戏传承而奋斗的人，他甚至凭借反串嘉庆君，成为首位入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的女性。她也选择了单身，她说不排斥伴侣，但决定不再生育。这是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清醒。还有一位资深小生叶青，74岁的她也曾与粉丝爆出财务纠纷，对簿公堂。2年前，她开的戏剧馆也因疫情倒闭。面对人生的起落，他看得很淡然。他说，年纪只是提醒你几岁了，应该做什么，是给你约束自己用的。现在的他虽然鲜少露面，但过得舒服自在。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活得很自在。这是一种境界，从万众瞩目到归于平淡，能说出自在2字，实属不易。好了，朋友们，听完这8位名伶的故事，您的内心是否也和我一样五味杂陈？他们的人生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名利场的虚幻，也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你看，无论是为情所困的李如林、连明月，还是为爱付出一生的杨丽花，他们的悲剧都与一个情字有关。这提醒我们，人生在世，情债最难还。选择一个对的伴侣，远比赚多少钱都重要。而被病魔缠身的黄香莲和柳青，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警告我们，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更是享受财富和生活的基础。年轻时不要用命换钱，否则年老时只能用钱换命，还不一定换得回来。而唐美云、陈亚兰、叶青的选择，则告诉我们，人生的幸福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看淡得失，找到内心的安宁和自在，或许才是最高级的富养。说到底，风水养人，人也养风水。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其实是自己的人品、选择和智慧。戏台上的辉煌终会落幕，而人生的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如何唱好自己这出戏，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剧本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一生去思考的课题。
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请订阅般若语，并分享给你的朋友。